TikTok 要出事儿了啊！美国宣布啊，在未来30天内，所有联邦政府提供的设备里啊，这个 TikTok 这个软件都得下架，都得删除。TikTok 大家都知道是中国一个叫字节跳动的公司开发的，在国内它叫抖音，在海外它叫 TikTok。2018年在海外开始上线，短短5年的时间，现在下载量全球啊超过了35亿啊，每天的活跃量现在在15亿到20亿，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字啊。2年前它已经就超越了谷歌，成为了全球最受欢迎的网站。现在啊，从阿富汗到索马里，从非洲到美国，从亚洲到大洋洲，你去看年轻人手中，几乎每一个人手机里头都有一个 TikTok， 像病毒一样在传播。所以啊，关于 TikTok 的新闻一出来啊，立刻就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啊。这消息传到国内啊，中国的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毛宁贤明出来回答：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大国，竟然如此惧怕一款青年人喜欢的应用软件，未免太不自信了。毛宁的这个回答啊，后来国内的很多新闻都报了，说环球网啊、央视网啊、这新华社啊，所有的这些报道的新闻下面啊，这个评论呢都翻了车，大家都说：哎呀，这个如果是不自信的话，那 Facebook、谷歌我们为什么看不见呢？那么我们为什么看不见这么 YouTuber 是吧？那我们为什么看不见国外那么多网站是吧？所以呢，这些新闻下面的小编通通就把这些评论都给这个精选了，最后就只剩下了转发，而转发中间几乎就剩下了一种声音。真是太不自信了，这个太不自信了。其实表面上看是在指责美国，但是所有的中国人看到这一条的时候都会会心一笑，大家都知道，其实很多人内心说的是中国政府。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中国政府其实对这种所谓的信息控制啊，那远远超过美国，对不对？更何况你要知道，全球对 TikTok 禁止最严的国家是哪个呀？不是美国呀，是中国呀。中国的这个用户啊，你是没有办法在 TikTok 上注册并且登录的。你只要是中国的手机号，你就只能在抖音上登录并且是注册。TikTok 对所有的中国手机用户是采取了屏蔽的这个措施。为什么要屏蔽 TikTok？ 为什么让大家只能看抖音呢？那就是因为 TikTok 这个信息在全球各国是自由流动的，那里面呢有各种各样在中国政府看来不健康的信息。什么台独啊，什么反对中共独裁啊，讲8964啊，什么等等这些信息，那如果让人民群众知道，那还得了啊！所以，这肯定是不能让这个中国老百姓随便看的。中国老百姓只能看抖音，所以按道理来讲，毛宁应该抗议的是中国政府，因为中国政府在禁止 TikTok 在中国国内的使用嘛。你这样纠缠有意思吗？这个问题已经都问过无数遍了。下一个问题，说句心里话，我还挺想念赵立坚的，因为看毛宁的这个新闻发言吧，就不过瘾。这赵立坚呢，你别看他当时怼得很爽，过一段时间你再看他的这个新闻发言的内容啊，个个都像小品，所以啊，他其实带来了很大的欢乐的效应。那美国政府公布了这样的一个措施之后啊，这个加拿大政府就跟进了，欧盟也跟进了。台湾实际上去年12月份的时候就禁止 TikTok 在所有的政府的电脑啊、平板啊、手机里头使用了，而美国的众议院又通过了一项法律啊，说必要时可以授权美国政府禁止 TikTok 在美国境内的所有的使用。这个其实就有点严重了啊！如果要通过的话，当然有人也分析啊，说参议院不太可能通过，因为众议院通过了嘛，要2院同时通过之后，还得美国政府签署呢。但是你可以看一下，3年之前，特朗普当时就发了一个行政命令，就禁止这个 TikTok 在美国的下载和更新。结果美国呢，就有人去起诉美国政府，这官司打了好几年，最后拜登上台就推翻了。所以你知道，在美国这个社会啊，跟中国这制度比起来啊，它确实是有点，怎么说呢？它没有中国这个制度优越。为什么这么讲？你看中国就有网信办，还打什么官司啊？网信办下一个文件说禁止下载 TikTok。TikTok 就没了，网信办说谷歌滚蛋，谷歌就没了，对不对？但美国呢没有网信办，所以他就必须打政府啊授权，参议院讨论，众议院立法，然后立完法之后，老百姓还挑战他，跟他打官司，还经常打输。所以你看到了吗？这政府跟政府比起来，他无能。
所以你看，有的时候他搞不过中国政府，原因就在这儿，中国政府强大呀，是不是？他这个无所不能啊，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为所欲为呀。咱们再还说回到这个 TikTok 啊，美国政府啊禁止 TikTok 的理由啊，主要这么有几条，咱们来讨论一下，它合不合理？第一条呢，就说这个 TikTok 啊过度采集用户信息。说美国有一个公民组织啊，民间组织，就分析这个 TikTok 后台的那个什么码儿啊，具体的技术我不懂了啊。说发现呢，他们的确是在采集信息，还抓到证据了。说 TikTok 啊采集了《金融时报》啊，还有哪儿的哪个记者的这个地理位置信息，然后呢，那肯定是把这个信息就告诉有关部门了。最后这个被爆出来之后 ，TikTok 就出来解释说那个内部工作人员他们没有经过公司的允许这么干的，我们已经把他开除了，是吧？那么所以啊，这个 TikTok 这个随便采集用户信息这一点应该算是凿实了。要我说，所有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啊，过度采集用户个人信息这一点应该是普遍的，不光是 TikTok， 所有的阿里呀、京东啊，这个滴滴呀，什么通通都如此。这是中国互联网企业的这个所谓的基因，因为他说实在的就没有对用户啊个人隐私信息尊重的传统，当然也没有法律保护他们了。我说这个是有依据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前2年滴滴在美国上市，当时有关部门其实提醒他说你不要到美国上市，结果滴滴当时急于在美国上市啊，不听，以为自己可以，是吧？有那么多国际资本给他投资，又怎么着了呢？就抢在了7一之前在美国上市了。结果上市之后，这个龙颜大怒，最后呢，滴滴就倒霉了，在国内就不能这个下载了啊。紧接着，有关部门就进驻滴滴开始调查呀。这个调查结论出来之后，他们接受媒体采访啊，就讲了滴滴的许多违法事实。这些违法事实啊，我给大家念一下，因为它其实佐证了我们今天的这个结论啊。他就讲啊，滴滴在运行过程中间，它存在着严重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还有这个国家信息安全法的这些行为。第一，过度收集用户的相册信息和应用列表的信息83亿条。这个你想多可怕？什么意思啊？就是你的手机里下载了滴滴，滴滴是干什么的？打车的。但是你想想，他把你相册信息都调走了，他调相册信息干什么呀？这相册信息跟那有什么关系啊？而相册信息是一个人最隐私的内容。你想想，你用手机你拍照，那相当于你在任何一个地方的这个行为都被他捕捉去了。但是滴滴没有经过用户的同意，就采集了80多亿条的相册信息，这是第一。第二，过度收集乘客的人脸识别信息1.07亿条，然后还有这个年龄信息5300万条，职务信息1635万条，还有这个什么这职业信息啊，家庭和公司打车地址信息1.53亿条。大家现在在国内你都知道，有的人去坐高铁、坐飞机啊，其实都不需要这个买票了，刷下来就过去了，很多人都觉得方便。但是如果这些信息得不到有效的保护，一旦要是被滥用，或者说被人给偷走，那你就惨了。为什么？因为你的人脸识别信息啊是唯一性的，你没办法改。也就是说，当你的这个人脸识别信息被有关部门或者是犯罪分子啊窃取之后、滥用之后，你没有补救信息。假如说你这人脸识别信息跟你家的门锁构成了这么一个联系，那他把这个信息采集之后，他到你家就如入无人之境啊。假如说你这人脸识别信息可以到这个银行的保险柜里去取东西，他就可以把你的银行保险柜里的信息给拿走啊！你想这多可怕呀！所以这个信息其实是新的技术时代特别重要的个人信息。但是你看滴滴这样一个打车企业就已经采了1亿多条了，这是人脸识别信息。当然家的信息这就更重要了啊，也很重要啊。你家住哪儿，它一清二楚。那你想想，一个公司他知道你的家庭住址，那你想这也挺可怕的啊。第三，地理位置信息1.69亿条，也就是说你什么时间的什么地点，他的信息他一清二楚，也都采集走了。第四，学历信息14万条，还有身份证号码信息5780万条。身份证号码很多国外的人不知道，就相当于美国的社会安全号。那你所有的这个社会组织啊，你的福利啊，你的税务信息都在这里面，他一个公司也都采集走了。第六，
这一条也非常重要，未经明示的情况下分析乘客出行意图信息539亿条。也就是说，他采集了这些个人信息之后，他并不是被动的放在后台，而是把这些后台的信息啊，他进行了个人分析，说你去干什么去了？你去出差了？上班了？还是跟朋友吃饭去了？还是说你去见你的这个小三儿去了？通通他全都知道了。那你想想，这个其实是，你就完全变成了一个透明人。说实在的，这些信息采集完之后，那个意图信息分析的准确度是非常高的。那也就是说你在做什么，你的一举一动，后台都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你，而且它就不过是一家公司而已。最后一条就是顺风车的电话使用权限，也都给采集走了。我说的这7条啊，是中国政府公布的滴滴违法的事实，不是我猜的，就是中国政府公布的。因为滴滴得罪了中国政府，所以中国政府查办他的时候公布了他的犯罪事实，最后罚了几十个亿，大家都知道啊。但是可不仅仅是滴滴这样啊，其他公司也是如此啊。所以很多人都在反映啊，就说你开着这 app， 比如说我现在在录节目呢，我说间谍气球是吧？等一会儿淘宝上就给我推荐气球了，然后京东就给我推荐间谍设备了，是吧？窃听的呀，偷录的呀，是吧？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其实窃取了我的这个所谓的声音信息，分析出来之后，还以为我对这个间谍感兴趣呢，就这么干了。所有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全是如此啊。所以过度采集信息这一点，是你通过中国政府处理滴滴这一条，你可以看到证据非常确凿。第2条，怀疑啊，他们用这个东西来做间谍工具。这个里头啊，分为2个层次啊。第一个就是这个公司本身会不会做间谍，我觉得呢，这个确实可能性不是很大啊。这个你比如说一家商业公司去做这个间谍的话，他也没大兴趣啊，多数还是基于商业利益考量。但是对于中国公司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这些公司在面对中国政府要索取他的这些用户信息的时候，他其实是没有权利说不的。大家都知道，微信的信息啊，其实掌握了我们大量的这个平时交际的过程中间的信息，语音啊、文字啊。但这些信息，微信实际上后台里头是有保存的，一般来说保存3个月。但是这些信息，公安机关是可以随时调取的。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多少年前，中央网信办刚成立的时候啊，因为没有人，从全国各地啊调集一些人到中央网信办来工作。其中有一个男孩子是从河南网信办调过来的，当时中央网信办的这个主任还是卢伟。他到了北京之后，这网信办呢有一项工作，就是监督这个微信群中间的一些敏感信息。那个时候技术还不是特别先进啊，所以只能就一些敏感词，比如说天安门呐、妇幼街呀、什么自焚呐、什么抗议啊、游行啊、什么这些爆炸这样的信息啊。那有一天，这个河南来的小伙子呢，就发现一个微信群里头有这样的信息，他就把这个微信群里的聊天记录拷贝下来，丢到自己的工作群里头了，向领导汇报嘛，说我发现情况了。结果呢，他扔到工作群里头没多长时间，门就被敲开了，一开门，警察进来了。警察说：“你是发的这个什么信息是吗？”那小伙子就赶紧解释，说是自己人，我是这个网信办的，我们这个汇报工作呢。警察说：“先跟我走一趟。”就把这小伙子带到这个警察局了。这小伙子连忙就给这个中央网信办打电话，跟领导打电话呀，说是自己人，大水冲了龙王庙，对不对？我汇报工作，这警察怎么把我抓走了呢？后来那个网信办就连忙给这个北京市公安局打电话，但是北京市公安局说：“对不起，我们没有权利放这个人，因为是公安部直接下来指令去抓的。”也就是说，这是2条线啊。当时公安这条线对微信的这个控制程度要远远高于中央网信办。我再给大家讲个故事啊。我这王局拍案做的时候没多久，因为我当时国内有很多朋友嘛，有些做的选题的时候，我就通过微信跟他们打电话，了解信息、核实信息。也有一些人给我投稿的时候就加微信。有一次我做完节目啊，第2天公安机关就找到我前一天给那个人打电话的那个人去了。他说：“那个你是不是跟王局联系了？都什么内容？”弄了公安局弄了好几个小时，把那个人给吓坏了。所以啊，我的现在这个微信啊，不谈任何敏感内容了，就是跟朋友寒暄一下，聊聊天，跟自己家人有的时候联系一下。我在这里也跟大家讲啊，你们要给我投稿，别要求我加微信，
我现在微信其实不谈任何这个跟我节目有关的内容，要加咱加 WhatsApp， 咱加 Signal， 咱加这个 Telegram， 微信咱还是留给那个国内那些这其他人使用嘛，是吧？我现在的微信这个手机啊，跟我在日本常用的手机就分开了。那这个手机用微信的这个手机，平时就放在家里头，我也不常看，几天看一次。然后我平时里有另外一部手机啊，那个手机里我下载的全都是国外的 app， 没有一个国内的 app， 这就是信息安全嘛。所以在我看来，其实这些外国政府早就应该禁止中国的这些软件在他们那个雇员中间手机的使用了，他们还是心大呀，对吧？这是第二个方面。当然了，现在啊，其实这个关于这个法案到底能不能通过啊，还有一些争议啊。但是我想说的是啊，其实像抖音呐，像这个 TikTok 这几年在全世界像病毒一样传播啊，它也给人类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挑战。就现在很多人不仅仅是出于对信息安全的考虑去担心 TikTok， 而是出于这种所谓的对人文化上的这种洗脑，甚至对人性的这种怎么说呢？这个摧残和折磨吧。为什么这么讲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抖音上包括 TikTok 上的信息是什么，都是短视频，30秒的、10秒的，最长不超过1分钟嘛。那么这些视频呢，基本上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要么是看美女跳舞啊，要么都是一些笑话啊什么之类的啊。总而言之，它都是一些高能量的。这些信息，你看很多人刷起这个手机的时候，一刷7、8个小时、5、6个小时，时间就流逝过去了。所以人们沉迷于这种 TikTok 和抖音呢，有点类似于精神鸦片，就像毒品。就是一方面它确实有吸引力，但另外一方面它的信息啊，其实没有什么质量，也没有什么这个所谓的有效信息。它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就人们长时间的习惯接受这样的信息之后啊，第一，他对长视频复杂的内容不感兴趣了，接受不了了，看不下去了，看长视频看几分钟就没耐心了。就他的耐心被 TikTok 这种短视频给消磨掉了。第二，就是说，由于他总是看这种所谓的愉悦感特别强的那种所谓的这个带有高峰体验的信息之后啊，使得你在阅读复杂信息的时候啊，也没有能力了。这个其实是要学习的。我们认识这个世界也好啊，我们这个了解这个世界也好啊，其实有大量的信息，它是非常复杂的。理解这些信息，接受这些信息，肯定不是特别愉悦，很多的时候实际上还蛮难受、蛮痛苦的。但是这就是我们的世界。如果我们丧失了这种能力，说句心里话，人的大脑就失去了思考能力。每个人都变成了一个所谓毒品的奴役嘛。这就像当年发明了冰毒一样。什么是冰毒啊？冰毒就是化学成分叫苯丙醇胺。它苯丙醇胺在人的大脑里啊，被称之为爱情地址。所谓爱情地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陷入到热恋当中，看到那些自己心仪的这个意中人的时候啊，我们体内会分泌的那种东西，让我们自己觉得飘飘欲仙，那个东西就叫苯丙醇胺。后来人类破译了这个密码，于是呢，你不需要在经历爱情的时候，你只要吸一口，你只要注射一管，你同样就会飘飘欲仙。这就是毒品的危害嘛。当你沉迷于毒品世界的时候，你对所有外界的刺激你就不感兴趣了。其实这个抖音呢，也包括 TikTok 呢，就是人的精神世界的鸦片。因为当人习惯了这所有的这样一种短视频给你创造的愉悦感之后呢，我们慢慢就丧失了对这个世界一般的信息的兴趣，而由此呢，人也就丧失了对这个整个世界的兴趣。所以我们看到了那么多年轻人，那么多小孩拿起手机之后，他再也不看大自然了，再也对外界的世界不感兴趣了。所以我在想啊，这抖音啊，包括 TikTok 创造的才不过5年的时间，那假如说50年之后会什么样呢？是不是人们其实离开了手机就完全不能生活了，而从此也丧失了对大自然感知的能力和兴趣，丧失了对整个世界的兴趣呢？那么如果是那样的话，那这个世界不更可怕吗？所以啊，我个人觉得，其实啊，在这种所谓中西方文化对峙、制度冲撞的背景下啊，这个抖音给我们带来的挑战，可能还不及啊，在文化层面上这个 TikTok 啊对我们的未来所造成的挑战。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美国未免太不自信了。